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和平分手大师赵丽颖、冯绍峰婚变始末。娱圈夫妻中其实有很多意难平，其中最受人争议的必然有冯绍峰和赵丽颖。两人当初突然莫名其妙的官宣结婚，之后又火速的离婚，整个过程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不少人看到这种情况，更是觉得当初两人不该结婚，毕竟从各方面来看，他们都不太搭。尤其是冯绍峰的精彩恋爱史，更是备受诟病。那么从绯闻到恋爱史，再到这段婚姻当中，冯绍峰是怎么将和平分手大师贯彻到底的呢？一天差的别的人生。其实冯绍峰和赵丽颖最开始受到诟病，还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冯绍峰从小就出生在一个有钱又文艺的家庭，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就已经是有名的富豪，而母亲又对于艺术方面有着极大的兴趣，所以让冯绍峰能够非常轻松地去追求艺术。在母亲的熏陶之下，冯绍峰从小就进入艺术圈子，并且在各种表演当中依旧是没有怯场。或许那个时候冯绍峰的经历以及表现，就已经注定了他未来会进入到娱乐圈当中。之后冯绍峰也确实是按照这条路走的，不仅进入到重点中学，同时因为艺术方面的能力，还直接考进了上戏，成为了正式的艺术生。同时冯绍峰因为外形条件比较出色，所以哪怕他在演技能力上面可能有些欠缺，但依旧是被人看中，正式进入到娱乐圈。而此时的赵丽颖则是和冯绍峰差别极大。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她，虽然说温饱没有问题，但是却并没有和什么艺术有关的东西。同时那个时候家里人还时不时要务农，所以赵丽颖也经常称呼自己为农民出身，并且赵丽颖那个时候的成绩也并没有多好。之后为了生计，父母便将赵丽颖送到了技术学校，希望她能够学习一门技术以后养活自己。但是因为学历太低，赵丽颖之后想要考取空姐而不得，于是她便只能到社会上到处找工作。赵丽颖在社会上曾经做过不少的工作，基本上都是人们常见的服务员、销售员之类的。而这样的经历也让赵丽颖非常懂事，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经验可以让她后面的演戏更加出色。在社会上混了几年，觉得没有什么机会之后，赵丽颖就开始对娱乐圈有了一些想法，并且没过多久，赵丽颖就获得了进圈的机会。二，各不相同的娱圈。在大学的时候，冯绍峰长得帅，成绩好，再加上家里有钱，可以说是学校当中的风云人物。而这种优秀学生自然备受老师关注，于是在大二的时候，老师就将他推荐到剧组。但他在《星星串》中却是只能出演一个小角色，这让一直以来都把自己当作天之骄子的冯绍峰倍感失望。所以在还没毕业的时候，其他的同学如于郑和同、大伟等人已经开始崭露头角，而冯绍峰却是因为太帅找不到什么定位。那个时候冯绍峰的父母曾经劝他回家继承家业，但冯绍峰却是不甘心自己就这么失败，于是他决定自己去拼搏一次看看。在毕业之后，冯绍峰就开始辗转于各个剧组，哪怕多次被拒绝，依旧是没有放弃。在试镜了多次之后，终于在2001年的时候，冯绍峰成功拿到了《爱情密码》的角色，并且一进去就直接成为了男主角。那个时候突然间获得这个机会的冯绍峰非常珍惜，他不断的去背诵台词，只为了能够表现更好。但人越是紧张，就越是容易出错，所以在这部作品当中，他的表现并不是很好。那个时候冯绍峰都觉得自己应该不行了，甚至做好了真的退圈回家的打算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初恋情人剧组找上了门，
可以说这部剧也让冯绍峰看到了希望。不过冯绍峰虽然说并没有大红大紫起来，但起码他的起点就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。而此时的赵丽颖也开始了自己的娱圈之路。那个时候她看到了一些关于选美的比赛，于是便果断去报名，想要进入到娱乐圈。凭借着可爱青春逗乐外表，很快就获得了网友支持。之后赵丽颖更是被冯小刚看中，拍摄了广告。但是在拍完这个广告之后，赵丽颖却并没有火起来。那个时候因为娱乐圈当中流行着尖锐脸，于是赵丽颖这种圆脸也没有被公司看中，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没有工作，没有机会，那么便只能自己去创造机会。那些年里面，赵丽颖为了能够在娱圈继续发展，便开始了自己的跑龙套之旅。那个时候无论是什么角色她都毫无犹豫地上，什么丫鬟之类的角色她更是演了个遍。但现今人们却很少听到赵丽颖谈论当年的事。不过从现今很多群演的生活状态可以看到，当年的赵丽颖同样也是过得比较艰难。直到后来赵丽颖凭借着《新还珠格格》中轻而易脚，才开始在圈内逐渐的有了名气。之后赵丽颖又遇到了那一部《陆贞传奇》，可以说这两部剧堪称是赵丽颖事业的转折点。正是在两部剧当中的优秀表现，才让赵丽颖后来能够被更多的导演看到，才会有了后来《花千骨》这部现象级爆款。3. 分道扬镳的婚姻。然而在赵丽颖不断为了成名而努力的时候，冯绍峰却已经开始在圈内有了更多的名气。但或许是因为从小到大的优越性格，所以冯绍峰在事业发展的那段时间里面，似乎并没有将全部的心思放在演戏上面，反而是和多位美女产生了绯闻。其实冯绍峰的丰富情史早在学校里面就开始了，当时他和一位师妹因戏生情，但很快就分手了。或许正是这种因戏生情让他觉得非常刺激，于是观众们就能够看到，在冯绍峰后来的拍戏过程中，基本上每部戏都会和女主角出现各种绯闻。在拍摄《岁月风云》时，就和胡杏儿的关系暧昧，之后又和安以轩一同去礼佛，看似感情延伸到戏外。当然冯绍峰最为知名的绯闻毫无疑问就是拍《宫》的时候了，因为在这期间他搭档的是人们熟知的大幂幂，两人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是非常的亲密。之后这部剧火热起来的时候，更是经常能够看到他们在社交平台上面的互动。那个时候观众们更是一时间分不清冯绍峰和杨幂到底是在炒 CP 还是真有情况，甚至当时有不少的观众也都希望他们在一起。只是还没等网友们反应过来，第二年冯绍峰的身边就换成了倪妮。相比于之前和杨幂那些更像炒作的恋情，这一次冯绍峰和倪妮却是大方的公布出来，两人还经常都会在社交平台上面秀恩爱。只是这段感情还没过多久，却是突然迎来了结束。至于到底是为何分手，也没有什么消息。在这之后，冯绍峰却是依旧没有停下脚步，先后和林允、郭碧婷等人都传出过绯闻。但就在人们猜测冯绍峰会继续不断流连花丛时，网上却是突然传来了冯绍峰和赵丽颖结婚的消息。当初这个消息出现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是不信的，而当事人双方更是直接在网上否认这件事。但谁能想到，马上他们就发布了结婚照片，并且还直接怀孕生子，让人感慨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而对于这件事，网友们其实也是有些意难平，毕竟相比于冯绍峰那些丰富情史和精彩绯闻来说，赵丽颖在娱圈当中的绯闻就要少很多了。除了之前和陈晓因为拍戏而出现过绯闻外，更多的还是在为了成名而奋斗着。毕竟那个时候的赵丽颖名气也不高，所以哪怕有绯闻，其实也没有太多人关注。
直到后来凭借着《花千骨》真正的火起来之后，网友们对于赵丽颖的关注才真正的大规模起来。所以因为两人之间绯闻程度的不同，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牢固。同时赵丽颖结婚生子更是在事业高速发展的时候，于是因为这件事让她的高速发展直接刹车了，之后再回归的时候资源就少了很多。本以为这一对能够顶着压力去结婚官宣，那么他们的感情应该也能够维持久一些，但谁能想到还没过多久就传来两人离婚的消息。而这个消息的传出让不少粉丝却是非常开心，毕竟在他们看来两人确实不是般配的一对。离婚之后两人的事业发展更是开始迎来了反转。这么多年以来提起冯绍峰这一位演员，观众们除了想起《知否》外，似乎没有什么代表作了。反观赵丽颖在离婚之后更是继续保持努力，虽然她一开始因为演神戏的问题而受到质疑，但随着赵丽颖拍摄的作品越来越多，她的演技也是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进步。在2022年的时候，凭借着《风吹半夏》和《幸福到万家》，让无数观众看到了她演技方面的实力。而今年赵丽颖更是直接迎来了开门红，凭借着张艺谋执导的《第20条》中的优秀表现，让多少人看到了赵丽颖演技上面的变化。虽然说这部电影相比其他贺岁档来说票房稍显落后，但是在口碑上面却是名列前茅的佳作。只能说两人在娱圈从此形势逆转了啊。结语：和平分手大师这个称号其实也算是完美体现了冯绍峰的性格。或许正是因为从小生活在富贵之家，让冯绍峰养成了这样无所谓态度。而这种性格不仅仅表现在感情上面，在事业上面也能够看到这种表现。只能说正是因为冯绍峰的和平分手，才会在最后迎来了和赵丽颖的人生反转啊！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